大家好，我是张大哥。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的这颗六缸喷油盘是从新竹来的铁灰色 W126的300 SEL 的六缸喷油盘的故障检测。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油压调整器我们看到它已经漏油了，而且因为前车主他漏油的关系，所以他用 AB 胶把它全部都粘上去了。那其实这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地方是个透气管，这个橡皮管是个透气管。因为油压调整器主要功能就是提供我们的喷油盘的系统压力大概在5.6公斤左右。那汽油泵补打过来的压力是8公斤，也就是空压机的压力。然后呢，我们喷油盘所要使用的压力是5.6，那是由油压调整器来决定的。它的结构里面是有个金属活塞，后面顶着弹簧，然后是会前后移动，维持一定的5.6左右的5.6 kg 左右的压力因为它有个活塞在里面运动，所以说金属腔里面这整个外壳不能够密封。如果密封的话，它活塞就不能移动了，所以这个是以它的属于透气管。那如果漏油的时候呢，这透气管汽油会从这里跑出来之后呢，又透过空气滤清器连接回收。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故障情形是怎么样。大哥，发动引擎，打开电源。好，再一次。因为它会从这里会喷出汽油出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已经里面有湿湿的，这样可能看得不太清楚。再做一次。所以这个它是有点小漏我们看这边有点小漏。大哥建议这个应该要更换掉了。如果再严重的话，引擎一发动的时候，它会喷出汽油出来，所以大哥建议这个油压调整器应该换掉，但是油压调整器很贵，新品可能买不到了，如果买得到也要1万5。那二手的良品也要7、8千块钱。大哥是有准备，不过大哥还是建议把它换掉。大哥已经把这颗原车的油压调整器已经把它换下来了。我们看到它原车的油压调整器这个地方因为漏油，所以前车主他用 AB 胶想要把这个漏油把它堵住，其实这是白费功夫，因为这油一定堵不住的，因为它压力会很大。那标准的应该是像这样完整的。那它会漏油就是会漏油，你怎么堵都没有用，所以这个是白费功夫大哥已经把它换下来了。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这部从新竹来的铁灰色 W126的300 SEL 的六缸喷油盘的故障检测。这个喷油盘的编号是26741。我们现在进行的是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也就是在测试车子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1分钟的全油门，大概在大哥的计量上面应该在170ml 左右这条横棒是175，应该在170ml下面一点点这个地方我们来做个测试，来看看这个喷油盘堵塞的状况是怎么样。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我们主要测试车子行进当中的出油量。
如果供油太多，它是燃烧不完全但有可能造成验车验不过又耗油，马力又降低如果供油不足，就会造成车子难发动可能引擎会高温，因为稀薄燃烧马力又不足所以最好的就是大概在空气燃油比14.7左右那这个是最好的混合比，车子马力又够，燃烧又完全又省油因为经过这个分油盘到目前为止应该有34、5年的使用年限使用的使用时间。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那所以说难免会堵塞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跟大哥要求的170 ml 这根棒是175差别很大。第一缸、第二缸、第三缸、第四缸都在140左右第五缸145，第六缸又是140的170差了30 ml， 这个已经误差少了40 ml左右这是大油道堵塞等大哥把分油盘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这颗编号26741的 W126-300SEL 的6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1分钟全油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在大哥机台上面应该要170它大概落在140左右出油都很平均，这是大油道堵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那经过整修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达到我们要求的170 ml 1分钟全油门大概在这条棒子是175。好，我们来做个1分钟全油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的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因为这个系统出油量行进当中的出油量是决定我们车子在行进当中的混合比如果以刚刚我们测试的这个结果它是供油不足，会稀薄燃烧，马力不足，启动困难，尤其热车的时候，这问题会更严重我们要求的就是汽油每1分汽油都要完全燃烧，能够达到最佳的空燃比所以经过这分油盘经过30多年的使用，就像楼上的水塔，如果房子没有人住水塔没有是用水，那这问题就更严重了分油盘是被油箱污染的所以说我们整修过之后，车子就好，时间到，车子就会感觉到跟新车一样很年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常常开，我们喜欢它，就希望它身体健康，我们带它出门，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也希望它不要闹脾气所以说我们常常开就会加汽油，那油箱污染这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OK， 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75，第二缸170，第三缸175，第四缸170，第五缸、第六缸都是175。
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这误差应该在3%以内啊，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26741，从新出来的铁灰色 W126 300SEL 的6缸分油盘的完修后，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在测试这个分油盘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催泪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那这个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那这部车子我们从它钢牙上面看下来，它钢牙是相当漂亮几乎没有什么积碳那所以说我们可以期待，等这个分油盘完修以后呢，它在怠速的表现。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个编号26741，从新出来的 W126 300SEL 的6缸分油盘完修之后，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第1缸、第2缸、第3缸是185，第4缸也是185，第5缸也是185，第6缸稍微多一点，应该在188左右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这误差应该是0%了几乎是零误差成绩算是相当优秀。因为这个分油盘它回装到车上之后，大哥会做引擎测试因为这部车子的钢牙非常漂亮都在11左右我们可以期待它的怠速一定是相当稳定的。因为分油盘它是被油箱污染经过30多年，如果油箱没有使用，没有加汽油，就像楼上的水塔，如果空屋没有人住，那油箱那个水塔里面应该没有用水，所以说肯定是很脏，把我们的分油盘污染了。那我们的分油盘呢，经过这次整修之后呢，这车子会跟新车的感觉一样马力随传随到车子好开，我们就很快乐的带它出门。之后呢，这油箱就会常常要加汽油理论上应该20年以内，这个分油盘不应该堵塞了我们今天的测试就到此结束。